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今天要为各位整理一集鹦鹉的生病之前重要的前兆。我们所饲养的宠物鸟呢，它们并不会用说话的方式、用语言的方式来去传达它们不舒服的感受。通常鸟宝的身体如果有一些健康上面的变化，都是在细节当中些微的改变。因此饲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所谓的观察力哦。观察力对饲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一支影片算是鸟奴必看的影片，对所有有养鹦鹉的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更攸关着鸟宝的性命。我们即将为各位整理出鹦鹉生病之前可能会出现的10个征兆，让大家可以从这些微小的变化当中提前的发现。我们所饲养的宠物鸟呢，它们的体型不大因此它们的代谢非常的快。在生病的初期，如果我们可以提早的发现、提早的治疗，这些宠物鸟它们能治愈的比例就提高了。如果没有提早的发现、提早的治疗的话，那些小感冒也是有可能去影响性命安全的。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主题：鹦鹉生病的10个前兆。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要跟各位谈的是鹦鹉蓬毛的症状。在鹦鹉生病的时候，它们的羽毛有可能会呈现很蓬松的状态，会导致这样有可能是鹦鹉的鼻塞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疼痛所引起的。因为当鹦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体温容易下降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毛就会蓬起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细节当中观察出它们不舒服的感受。有生病蓬毛的情况会伴随着的呢，就是它们的精神状态、活动力都会大为下降。可能我们去跟它们玩跟它们互动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家的鸟宝变得无精打采的，感觉它们好像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鹦鹉生病可能的征兆。但是鹦鹉它蓬毛就一定是感冒吗？其实蓬毛包含了非常多的原因而且幸运的是，鹦鹉蓬毛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天气比较冷，或者是它们感受到放松在休息的状态。它们把毛蓬起来，就像我们人穿着很厚的羽绒衣一样要做一个保暖的动作。像是最近天气比较热，有些饲主就会把鸟宝接进来冷气房里面。但是有时候冷气房的温度就过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观察到鸟宝它的毛都蓬起来，好像是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衣一样因为这个时候显示它们的环境温度可能有点偏低咯。因此如果蓬毛的话，我们去做一个判断是要判断说这个蓬毛的时间是否过长，它是不是一整天都在蓬毛。如果是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鸟宝生病了。再来如果我们将鸟宝环境的温度升至28度左右，它们仍然是出现蓬毛的状态，那有可能就是他们身体出现的异常。照理来说，如果这样子的环境这样温暖的环境呢，鸟宝应该是会把毛放下来，比较不会蓬起来的。那我们去观察它的精神状态如果又蓬毛，精神状态又差，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带它去看医生，很有可能就是感冒咯。这边跟各位补充一点，如果家里的鸟宝它蓬毛的时间非常短马上蓬起来，马上放下来，而且重点是它有可能会搭配出一些恐吓的眼神。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鸟宝它的一个行为语言这是要表示说它现在非常的不爽，想要呵斥你，想要阻挡外来的攻击，呈现出一个警戒的状态的时候，它们的毛也会炸起来。那相反的，如果鹦鹉在给你摸头，在跟你撒娇的时候，它们有时候也会稍微的把毛蓬起来，让你去搓搓它的头，跟你撒娇，跟你互动，这些都不需要特别的担心讲完第一点蓬毛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如果它的眼睛周围有出现红肿，甚至出现分泌物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当心了。这边要帮各位科普一下所谓的鹦鹉披衣菌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种鹦鹉披衣菌它是广泛的生存在鹦鹉体内细胞里面的一种细菌。在台湾的鸽界有些人也会称这种披衣菌为所谓的单眼伤风。讲到单眼伤风这个词想必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大家只要发现鹦鹉它眼睛有分泌物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会问兽医师说，他们是不是得了所谓的单眼伤风了？这种所谓的单眼伤风它通常是发生在夏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特别是环境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鹦鹉更容易染上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人遇到这种单眼伤风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去购买一些市售的一些消炎药来帮鹦鹉做涂抹。但要跟各位讲这有时候是对鹦鹉造成另外一个负担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并不清楚药物的使用方法，所以说就很容易让鹦鹉延误就医，耽误了他们最佳的看诊时间、就医时间。如果感染了所谓的单眼伤风，后期的死亡率更高达了90%如果鹦鹉出现单眼伤风的时候，
通常啊，它一边的眼睛啊会出现红肿，有点流眼泪的感觉，有一些分泌物，还有包含了它眼睛周围的羽毛啊，因为这些分泌物的缘故，所以会呈现有点黏住的状态。有一些案例啊，也会伴随着他们的体力啊会下降，活动力会下降，跟人互动的时候变得有气无力的样子。虽然说单眼伤风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鹦鹉疾病，但是根据洪家动物医院的文章报告可以告诉我们说，其实并非每个鹦鹉啊，它如果出现出这种眼睛有分泌物的状态，它就是单眼伤风，这是不一定的。所谓的眼睛肿胀啊、充血，以及泪液过多，有一些红肿的症状，会这样子，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营养性的缘故，或者是一些过敏性的因素，包含了像我们平常啊，如果有沙石跑到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流眼泪的状况。所以说，当有异物进到鸟宝眼睛里面的时候，它们也一样啊，有可能会出现这些红肿的情况。因此，我们也要做出一个结论：鹦鹉啊，它们的眼睛周围啊出现分泌物，不一定100%就一定是所谓的单眼伤风哦。如果出现这样子有异常的状况，最好的方式还是交给专业的兽医师做处理、做诊断。如果我们擅自乱买药给鹦鹉做投药的话，反而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一点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3个重点哦。就是鹦鹉的站姿改变。当鹦鹉的站姿改变有时候出现了在笼底都不喜欢活动的时候，那可能就意味着它们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鹦鹉生病的时候，会将它们的身形压低，有时候会贴在地面上面行走，而且是长时间的。因为当它们生病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力气站好，没有力气去抓着那个漆木。一般来说，健康的鹦鹉它们的身体是站得非常挺拔的，这样子才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它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它们可能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哦，有时候更严重一点，甚至会出现更多奇怪的站姿，比如说两脚张得比较开，甚至说身体出现了发抖的情况，还有失去平衡感，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再来我们讲到脚部的问题哦。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禽长炎之外，所谓的关节炎也是一个问题。通常禽长炎、关节炎的情况是出现在所谓的站台鸟上面。我们之前讲说，鹦鹉如果长期站在一个站台上面的时候，它们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这些关节炎、禽长炎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跟波士家族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有跟我提到，在老鹰的站架上面通常跟鹦鹉是不一样的哦。它们不会出现一根不锈钢的战棍站在那边的样子，因为老鹰是更容易得到禽长炎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养鹦鹉的人要去学习的地方，要去改善鹦鹉的生活环境，在同一个笼子里面给它不同的漆木，让它做选择，让它做站立。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些禽长炎发生的几率。那如果今天鸟宝受到了外伤像是前几周鸟友跟我提到的，他的鸟宝被电风扇打到，这是非常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脱臼、骨折的状况。这个时候应该要及时的送医治疗。那除了前面讲到的几个原因，还有像是一些内脏器官的因素一些内脏器官的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站姿异常，像是有一些生殖器的肿瘤或者是肾脏的肿瘤。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严重的一点有时候鹦鹉如果出现剧烈的抽搐、晃动的情况，那是非常严重的，这都是有可能会造成即时性的性命危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第4点，我们所要介绍的前兆呢，是鹦鹉的羽毛不自然的脱落。如果鹦鹉的身体代谢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它们会去钓鱼、会换羽都是正常的。通常幼鸟在生长到1到2个月的时候，它们幼鸟的羽毛就会褪去，换上成鸟的羽毛。所以说这种正常的换羽大家不需要过于的担心哦。这种正常换羽下来的羽毛呢，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通常都不会有血。那所谓我们讲的异常的掉羽，是指说这些掉下来的羽毛它并不完整，甚至说有一些病毒性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掉下来的羽毛上面残留了一些血液。之前也有鸟友跟我分享说，他家的鹦鹉就是这样子不自然的掉羽。羽毛掉下来的时候都感觉到有血的感觉。后来去看医生才知道，他得的就是所谓的双病毒。因此我们对于鹦鹉的体态还有它们的羽毛状况都要更加的注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跟羽毛有关的问题其实跟营养也很有关系。假如说你家的鹦鹉它长期是食用谷物而已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它们身体上面有一些维生素 A 缺乏的情况，那也很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它们的羽毛状态，会导致它们的羽毛看起来比较脏，看起来会比较粗糙，比较没有那么光滑。所以说我们常在讲的要给予鹦鹉新鲜的蔬菜水果，就是来讲这个重点。因此鹦鹉小木屋认证卖场所调配出的谷物，我们才会去大量的使用蔬果干，让鹦鹉它们的营养均衡，
让它们的羽毛可以更加的亮丽。虽然说价格的部分可能会比一般的纯谷物的饲料来得高，但是这样子的饲料就可以提供鹦鹉足够的维生素。以平常饲养的情况来说，各位平常可以多给鹦鹉一些深色的绿蔬菜，还有一些橙色的瓜果像是南瓜、胡萝卜里面都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所以说，为什么我灰鹦鹉的饲料里面要加这么多南瓜干还有胡萝卜干的原因就在这边。这边跟各位补充一点，在正常鹦鹉的饲养情况之下，当它们到换羽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它们更多高蛋白的东西。对于营养上面也需要更多的补充。天然的蔬菜水果都是非常棒的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5个症状就是所谓呼吸急促的问题。让鹦鹉呼吸急促包含了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在夏天最常见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因为鹦鹉它们的汗腺并不发达，所以说它们的身体如果感觉到热的时候就会显得有一些喘。这个时候通常会搭配着它们的羽毛它们的翅膀会摊开，来去帮助它们身体散热。那在夏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鹦鹉准备电风扇或者是空调，让它们身体不要这么不舒服，让它们的体温可以下降。因为鹦鹉的身体闷热也是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疾病的。鸟类的羽毛拥有极佳的绝热性，在野外让它们的体温不那么容易散失。那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它饲养的环境是属于闷热的、通风不好的环境，而且你又没有提供它们足够的水，这时候就非常有可能造成鹦鹉中暑，还有包括了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它们呼吸的状况异常。一般鸟类的鼻孔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当它们感冒或者是有一些外来物堵塞的时候，它们的呼吸声音就会变得比平常还要大，并且有时候更会搭配着一些打喷嚏的情况。如果你家的鹦鹉发现了有打喷嚏、咳嗽，或者是说更严重一点，一些呼吸异常的情况都一定要立即的送医，因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可能造成的原因有可能是所谓的心脏疾病或者是说肺还有一些气囊功能的异常，以及误食了一些有毒的物质产生的中毒等等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各位发现了这些以上的情况，都要赶快带他们去看医生。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第6个重点是他们的体温变化。通常我们在饲养幼鸟的时候，如果观察到幼鸟它的体温变得有一点冷的时候，甚至它们腹部出现肿胀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异常的情况。通常鸟类的体温大概有40度C 左右，所以我们去触摸鹦鹉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有点热热的。如果碰到幼鸟，在照顾幼鸟的时候呢，感觉到它们的身体有一点微冷的状态，那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温度调节已经出了状况。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判断鹦鹉是否生病的一个依据。那鹦鹉的身体异常肿胀包含了几个因素第一个情况是最常见的。通常鹦鹉它们在发情期、繁殖期的时候，有一些生蛋的状况，它们的腹部就会显得比较来的肿胀一些。那如果它的精神、其他活动力状况都正常，其实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它们生完蛋之后腹部可能就会消一些。但是其余的跟腹部肿胀有关的疾病有哪些呢？包含了一些泄殖腔的疾病，像是所谓的卡蛋就是在雌鸟上面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卡蛋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有可能会造成它们性命上面的安全。各位也千万不要忽视哦。第7个要跟各位介绍鹦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症状就是食欲降低。所谓的食欲降低也就是代表着它们的消化速度变得比较慢。通常健康的幼鸟，它们会出现非常强烈的索食欲望。当它们看到食物还有看到人的时候会非常想要讨食，非常热情。那如果我们每次喂它的东西它们一次比一次吃的还要少，那很有可能就意味着它们身体出了状况了。当鹦鹉生病的时候，它们的肠胃系统受到了影响，消化速度就会变得比较缓慢。那鸟宝它们不吃东西是一个问题，而有时候吃太多东西也是一个问题哦。对于成鸟来说，如果它们喝水的量变得很大，而且它们尿液的量也增加，包含了几个因素像是最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它们会喝比较多水，让他们的身体可以达到绝佳的散热效果，或者是说洗完澡的时候他们也会喝比较多水。这些状况之下他们喝很多水的情况是正常的。另外提一点，所谓的吸蜜鹦鹉他们喝水的量也比较大，排出的尿液量也比较多，各位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但是如果是疾病的话，有什么是可能发生的疾病呢？他们喝水的量增加，有可能是所谓的卵黄性腹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肝脏疾病，甚至更严重一点，一些慢性病，像是糖尿病，还有急性的药剂作用、金属中毒，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哦。第8点，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我们可以从鹦鹉身上观察出异状的方法，就是体重的测量。体重的异常一直是我们去判断鹦鹉身体现在生长状况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几乎很多的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鹦鹉的体重减轻。因此我们如果每天去帮鹦鹉做一个量体重健康检查，就
就是去追踪它们身体状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像是如果体态上面出现了所谓的刀凶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体态异常情况。所谓的刀凶就是指鹦鹉的胸口它的龙骨图这个骨头的部分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好像是一支刀子一样正常来说鹦鹉的胸口前面是有一只骨头的，那骨头的外面是包覆它的肌肉层。那如果鹦鹉变瘦的时候它的外面的肌肉层就会慢慢缩减，慢慢缩减。那这个时候，它们的胸口就会像是一个刀子一样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的刀凶。但是就目前笼养的状况之下，为数最多的呢，还是所谓的肥胖问题鹦鹉如果出现了肥胖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像人类一样的动脉硬化，或者是说产生了一些肝脏上面的疾病。而我们笼养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给它太多的食物了，而且它的食物当中油脂的成分太多，还有市面上所贩售的谷物因为它们要把成本降低所以说都会加很多的瓜子。那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造成鹦鹉摄取太多的脂肪，对鹦鹉的体态长期来说就会变得比较肥胖。反复的这样子循环对鹦鹉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只是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去影响它们的生命健康所以说跟人类一样，如果你想要减肥，或者是你想帮鹦鹉减肥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去控制饮食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运动的方面也要特别的注意。肥胖除了我们可以从量体重的时候观察出来之外，我们从他平常生活上面的一些动作也可以简单的判断出他们是不是有肥胖问题。像是比较肥胖的鹦鹉，它们可能会走路的时候比较缓慢，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鹦鹉它真的太胖了它飞的时候飞不太起来。虽然说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对鸟宝的行动来说是一个负担变得比较胖之后它们也会比较不喜欢活动常常待在那边静止不动。有时候它们走路的时候会比平常来的喘一些。那这样子往后更会出现的一些代谢症候群，对鹦鹉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各位在养鹦鹉也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还有我们每天要去做一个测量测量说它们每一天大概吃的量是多少。不要给他们过多的食物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每天给一点点，给他们的谷物吃得完就好。传统的饲养方式都是放一大盆在那边让他们吃到饱，那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各位要特别注意。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葵瓜子，像是南瓜子、油菜籽都是属于热量比较高的种子。除了这些谷物之外像是水果跟蔬菜，我们就会建议给它蔬菜的比例要多于水果，因为水果太甜也是有可能会造成鹦鹉肥胖的。第9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呕吐的状况。鹦鹉的呕吐也有分正常跟不正常的，像是它们如果有时候吃太多，或者是最常发生的有时候发情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嗜好吐掉的行为。那这样子在我们看来就感觉好像是呕吐，不过它们如果在发情的时候吐掉，那其实各位饲主不需要过于的担心。那至于如果它是疾病的因素的话，包含了以下的原因，像是胃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前胃性扩张症，或者是说一些异物造成胃炎。那所谓的爱情鸟，它们有可能会发生的疾病也包括了所谓的隐孢子虫症。那如果是在我们照顾幼鸟的时候发现幼鸟有吐奶呕吐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奶在它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消化比较不好，造成了腐败的情况。这个时候对幼鸟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带它们去看医生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鹦鹉在发情期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是其他的活动力还有它们的精神状况跟人的互动模式都非常良好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持续的观察。如果这只鸟它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或者是说呢它的呕吐的情况是非常常发生的，而且明显的有感觉出它好像不舒服的话，一定要赶快带它们去看医生。最后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鹦鹉粪便颜色的异常。先前的影片有跟各位专门介绍鹦鹉粪便各个颜色有可能发生的状况，那这边简单来提一下如果鹦鹉的粪便出现了黑色或者是一些祖母绿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所谓的祖母绿就是像有一点荧光绿的感觉。那如果它们的粪便变成黑色、咖啡色，有可能就意味着呢它们的消化道出现了出血的情况。而最后这些血液排出它们的身体，在它们的粪便就会呈现黑色、褐色的感觉。此外，我们也可以从鹦鹉的粪便当中细微的观察出它们有没有一些未消化完成的谷物。如果有的话，就可能代表着这只鹦鹉它的消化状况不是那么好。除了以上讲的10点之外如果家里的鸟宝出现了其他外伤，我们应该怎么做处置呢？我们能不能去买一些市面上的药膏给鹦鹉擦呢？遇到一些更紧急的情况像是烫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还有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剪到流血应该怎么办？这边继续帮各位做一个解答。如果鹦鹉发生出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步骤是去看说鹦鹉它出血的地方是从哪里来的。像是剪指甲的时候它如果出现出血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用干净的纱布来做
做一个压迫止血法，包括了更严重一点的，像是被其他动物的攻击哦。前几周有鸟友告诉我说，他家的鹦鹉养在外面可能是遭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导致它的嘴会出血的情况。鹦鹉被其他动物攻击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用纱布止血法没有办法止住的话，一定要立刻的就医哦。而通常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伴随着的呢是它以后有没有办法完全的痊愈。这些外伤的情况我一律建议各位不要使用市面上的一些止血粉来帮鹦鹉做使用，因为这些止血粉呢，其实它们的效果有限，不见得会比我们直接用干净的纱布压迫止血法来的有效。而如果真的比较严重，事后带到兽医院的时候医生还要花时间去清理这些伤口。但是我们根据兽医师的建议，在家里一样可以去备一些常用的外用药，像是脸书粉专兽医师谈鸟事，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家里可以备用一些消毒用的白药水。当鹦鹉有伤口的时候可以用来消毒伤口，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药物都不要让鹦鹉误食。那至于优碘的部分有些兽医师是选择比较少用的，因为在用优碘消毒的同时，它同时会染色，而且有可能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如果真的大家对这种医学方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脸书的粉专搜寻兽医师谈鸟事，在那个粉丝专页一起学习更多有用的鸟类医学常识哦。最后的部分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呢，鹦鹉就医的等级。因为兽医院它不是24小时都有开的，我们去医院也不见得这么样的方便。如果像是鹦鹉的指甲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些微的出血，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用我们讲的压迫止血法来做处理。如果其他出现红肿的情况就要带去看医生。那更严重一点，下一个等级就是我们讲到被其他的动物攻击，出现了嘴会流血、血流不止的这些情况就应该要立即的送医。还有我们再来用呕吐的例子来做举例。如果他们呕吐是一段时间而已没有太长的时间，而且在于他们发情期的时候呕吐，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吐尿行为。他们的精神状况其他体态都保持得很良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观察一下。此外，像是掉毛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平常掉1、2根就不要带去兽医院不过如果今天掉下来的羽毛是有出现出血的情况，体态、精神状况都不太好，那应该就要立即的送医哦。这一集的影片可以说是对任何养鸟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这一集所有的资讯。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分享给身边有养鸟的朋友哦。而平时自己在照顾鹦鹉，更要随时留意以上讲的这10点情况，防患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鹦鹉小木屋认真卖场也有推荐各位好用、品质好，而且重点是安全的鸟用商品，有需要的观众也可以上去寻宝一下哦。不想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教学的话，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还要开启全部的通知。我们在全新的知识影片上线同时，你才会接收到第一手的资讯哦。鹦鹉小木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也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以及消息。如果你想要成为鹦鹉小木的访客的话，也不要忘了去追踪一下哦。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Maybe